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亮10分之正论天下，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4年6月23号，礼拜天。按照惯例，咱们今天聊两个新闻啊，之后呢就进入互动环节了。大家有什么问题呢，可以直接在旁边打字哈，然后呢我看到了就回答。首先呢，先说第一个话题哈。根据中纪委和国家监委网站23号的消息呢，根据广东省纪委监委的消息，广东省深圳市政协原党组副书记、副主席王毅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呢正在接受广东省这个纪委和监委纪律检查和监察调查。这个王毅啊，不是中共的外长王毅啊，只是重名。但是呢，大家可能会发现一个现象，那就是说最近呢，中共在公布对某个官员进行调查的时候，不再公布他们的罪名。另外一个现象啊，就是中纪委最近频频的公布某官员被查的消息，加上前几天呢，习近平在延安再次提出了军队反腐的问题。三中全会在即啊，按照惯例呢，三中全会本来是决定未来5年经济发展的全会，但是呢，习近平在会前频频的释放反腐的信号，说明他在利用反腐树立个人权威，也是政治压倒经济的信号。换句话说呢，指望中共借着三中全会重回改开路线的人，注定是要失望的。但是呢，这一次中共的反腐跟以前呢有很大的不同，我觉得是这一次反腐有2个以前从来都没有的功用啊。那到底是反腐的目的是什么哈？咱们一会儿呢会说一下。中共呢现在的财政危机是日趋的严重啊，出现了税务倒查30年的怪事儿。中国的经济恶化呢是跟俄乌战争有关系。德国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哈贝克6月22号在北京举行的中德气候变化与绿色转型对话合作机制首次的高级别对话上，像中国国家发改委主任郑山杰呢说，如果中共不支持俄罗斯的战争，那么欧洲和德国就不会减少对中国原材料和关键商品的依赖。换句话说，就是说中共在俄乌战争中支持俄罗斯啊，是德国和中国关系恶化啊，包括经济关系恶化的主要的原因。我不知道习近平在听到这样坦率的话，心里是何滋味啊？习近平现在在遭到全球围堵的代价，而普京呢，根本是不把习近平放在心上的。习近平可能是在心里边一直怀揣着普京啊，就是带有一种非常这个热烈的对普京的情感啊，但是普京根本就对习近平相当的冷淡啊，他绕开了习近平去跟金正恩哥俩好。然后又绕开习近平跑到了越南拉关系了。当然，这种元首外交也会带来自由社会的强力反击啊。那么这个事儿咱们一会儿也来谈一谈。在今天呢，正讨论这些话题之前呢，请干净世界上的观众点赞关注，油管上的观众呢，就请您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在说第一个新闻之前呢，我们是先进一段工商服务信息哈。这个给大家介绍这个玄宝黑参啊，它是普瑞堂的产品。根据一些资料的记载，高丽参作为一种健康商品，这个食品呢，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韩国所处的这个纬度呢和它的气候正好非常适合于高丽参的生长。那所以呢，这个有很多的大家知道为什么叫高丽参呢？这就是因为是来自于这个朝鲜半岛嘛。那再加上这个韩国对于高丽参的加工和制作呢，有着非常严格的法规要求，所以韩国本土出产的高丽参在市场上的口碑一直不错。那么咱们给大家介绍这个玄宝黑参呢，就是选用上等的韩国6年根的高丽参，是在韩国经过9蒸9晒的纯手工制成的。那么熬出的液体呢，就是黑参口服液。那么大家看到呢，这就是韩国的这个我们推荐的这个玄宝黑参哈，它的品相非常的漂亮，根须完整。这个高丽参长到6年的时候，它的这个营养价值是最高的啊。然后呢，再经过9蒸9晒，它呢这个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把这个人参中的这个燥火性啊全部去除。这一根黑参的营养成分呢，相当于5到6袋过去我们提到这个黑参的口服液。有人担心这个黑参这个夏天吃了会上火哈，但是这种古法酿制的高丽参的话，是把这个燥火性是去掉了。大家看到这个颜色，它是随着每次蒸晒呢，它的颜色会逐渐加深啊，到这个颜色变成纯黑的时候啊，就没有燥火性了。所以呢，任何一个季节大家都可以服食。那这个玄宝黑参呢，这个有专门做高丽参的老板呢，他吃了之后的话，他觉得这个玄宝黑参的口感非常的纯正啊，也非常的醇厚。那么如果有观众呢，这个想购买这个玄宝黑参的话呢，就向您推荐这个普瑞堂的这个产品。其实呢，这个黑参它是良心产品了啊。这个高丽参的这个种植啊，
在韩国这个老板专门是有7块地啊，这个每块地的话呢种下来啊，到6年之后呢收割，然后这块地呢会休耕1年。当时这个老板他本人就是在癌症化疗之后，这个头发都掉光了啊，然后呢这个身体也非常的虚弱，他就服用自己制作的这个黑参呢，这个很快就长出了一头的乌发啊，现在这个整个人的这个气质呢，这个整个气色的话也非常的好。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输入我的专属会员码，就是 TL2023，那么就可以享受这个全球免费的邮寄。如果您购买500元普瑞堂的产品呢，除了黑参之外，还有100%纯素的植物鱼油哈。这个鱼油对于提高免疫力、降清血管、降三高和胆固醇都很有帮助。那如果您购买500美元呢，不管您购买哪一种产品，只要满500元都可以送您这样的一根玄宝黑参，多买多送啊。好了，那么咱们现在呢就开始回到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咱们刚才啊提到深圳市政协的原党组副书记哈，也是副主席王毅正接受广东省纪委监委和这个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的这个事儿。这个王毅啊虽然不是中共外长王毅，但是呢深圳市它毕竟是一个副省级单位嘛，所以他的政协副主席呢也是一个政司局级的干部。不知道大家是否观察到一个现象哈，就是最近中纪委频频公布高官遭到调查的消息，而且呢，这个还是很多已经退休的高官。6月16号的时候，中纪委网站发布了一个消息，说14届全国政协常委吴英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调查。按道理来讲，他是政协常委，政协应该是清水衙门是吧？他们只是一个统战对象，但是吴英杰被查呢，并不是因为他在政协犯了什么事儿，而是他在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时候的事儿，也就是他的这个反腐呢，是倒查当年他在西藏干的这些事儿。那么还有一个落马的是14届全国政协常委苟仲文啊，他也是政协的，他也是正部级的官员，但是他被查呢，是他担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的时候的事儿。再往下就是江西政协主席唐一军，你看又是政协的正部级官员，但是呢查的是当年他当司法部部长时候的事儿。换句话说，习近平现在反腐啊，都是倒查多少年。大家还记得习近平第一任反腐的时候，就是这个在18大之后哈，干翻的都是那些对他权力造成严重威胁的人。但是现在呢，像什么唐一军呢，像这个苟仲文呢，像吴英杰啊，都已经转入政协了，是吧？对他的权力已经没有那么大的威胁了。那么他为什么还要查呢？或许我们可以看一下习近平最近的讲话啊，可能会找到一些线索。习近平前2天在延安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上有一个讲话，习近平认为说军队存在着深层的问题，他直言不讳地讲说这些问题表现在政治、思想、组织、作风、纪律等等方面，但是根子的问题其实是思想的问题。虽然习近平也说军中绝对不能够有腐败分子的藏身之地，但是根本的问题呢还是思想问题，也就是对习近平的忠诚度的问题。大家知道啊，这个获取忠诚啊有2种方式啊，在我看来有2种方式哈。一种方式的话，就是凭借着自己的道德和智慧，靠着自己的个人魅力，让别人由衷的敬佩和拥戴。这种情况的话，这个我们在古代也看到过哈，比如说朱元璋啊，他呢就是没有什么这个背景啊，这个出身很贫寒嘛，然后的话呢，他也没有什么这个非常显赫的这种，就是也没有很多的钱啊，这个也没有非常显赫的根基，但是呢，因为他军事上是一个天才啊，所以呢就赢得别人由衷的敬佩和爱戴啊。包括后来之前的那个唐太宗也是一样啊，就是他有魅力啊，有能力啊，有智慧，有道德，这样的话他能够赢得别人由衷的敬佩和拥戴啊，这是一种获得忠诚的方式。那么还有一种获得忠诚的方式呢，就是用大棒恐吓啊，让人因为畏惧而服从啊，不敢对你有二心。有人可能会问了啊，说那用利益收买不也能够收买到别人为自己服务吗？是吧？那不也能够收买到别人的忠诚吗？但是这种忠诚是假的，那他不是对你忠诚，他是对你的钱忠诚啊。当利益不在的时候，他们是会倒戈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你能够吓住别人啊，让别人一直害怕你心里边啊，因为畏惧而服从你啊，或者说是因为敬佩你而服从你啊。我觉得这2种的话呢，可能是比较靠得住的忠诚。那习近平呢，他的反腐，我觉得其中一个原因啊，就是通过制造恐惧来获得忠诚啊。那么既然想制造恐惧，就一定得有杀鸡儆猴的效果，要在党内制造一种肃杀的气氛。从习近平选择在延安这个中共整风搞红色恐怖这个地方啊，这个发表这个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包括这个延安也是毛泽东树立绝对权威的地方啊，他这个在这个地方召开全军
政治会议就已经预示着会有一场清洗的风暴啊，因为延安就是当年整风的地方嘛。既然是风暴呢，那么波及的范围就不会仅仅是某个省啊、某个军种、某个军区或者是某个机构啊，而会是全国性质的。我们看到最近在贵州啊、在广东啊、在江苏啊、在西藏啊、在浙江等等很多地方都是接连出事儿。还有呢，就是6月21号，中共证监会江苏监管局的党委书记、局长林峰被调查，然后同一天是中宣部的副部长张建春被调查。那么除了这是一场波及全国的反腐风暴之外呢，大家可能还会发现一个现象，那就是最近中共在公布这个官员被调查的这个相关的消息的时候，不再公布他们的罪名。而经过调查之后呢，公布出来的罪名甚至都没有腐败这2个字啊。比如说西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张永泽，他被指控的罪名就是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不坚决打折扣。啥意思呢？就是对习近平治藏方略贯彻不坚决不折扣，打折扣啊，就是对习近平分派下来的活啊变通执行啊，或者干脆躺平。然后呢，说他钻营算计、跑官要官啊，严重破坏任职地区和单位的政治生态，腐败这2个字连提都没提。所以他被打击的话，实际上就是跟习近平不是一条心的问题。这样的官员无论是否腐败，当然他不可能不腐败啊，中共高官做到这个级别的话是不可能不腐败的。但是呢，不管你是不是因为腐败而被查啊，那么你只要跟习近平不是一条心，都是整肃的对象。但是我想特别的指出，这一次反腐跟过去还是有2点不同的啊，就是这里面特别提醒大家注意，那就是我们需要了解习近平做出这些决定的大背景啊，那就是中国的经济不行了啊。股市呢已经跌破了3000点，人人对未来都非常的悲观啊，很多地方公务员减薪啊，地方政府没有钱，然后呢失业率快速的增加，加上这个地方银行暴雷啊、金融暴雷啊等等，就是很多不满呐，都是在民间酝酿啊，而且呢大家都不敢花钱。最近呢，我看到一个消息，就是总部位于江苏的维维食品饮料股份有限公司上个礼拜的时候说，该公司曾经拥有的一家酒业厂被要求缴纳1995年到2009年期间未披露收入的约人民币8500万的应纳税费。1995年呢，什么概念？今年是2024年，也就是倒查了30年。在浙江还有一家化工产品生产商，因为税务规定的一项变动而被要求补交金额可能多达人民币5亿元的税款，导致这个公司呢现在已经暂停了部分的生产线。当然，这样的消息一传出来之后的话，你想民营企业肯定是风声鹤唳啊，对吧？人人自危啊。如果倒查30年的话，谁能保证自己不会突然被要求补交一大笔税款，是吧？如果补交税款的话，可能现金流就会出问题。当然，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呢，他周二的时候表示说，税务部门没有组织展开全国性、行业性、集中性的税务检查，更没有倒查20年、30年的安排。但是我们要知道当不同的省份，咱们刚才提到江苏和浙江是吧？当不同的省份都在倒查税务的时候，很难说不是中央的统一部署。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是地方政府私下串联反正总而言之的话，这绝对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那么当这个地方政府没钱，中央政府也没钱的时候，习近平也囊中羞涩。那么如果习近平需要钱的话，从哪里抢最方便？我觉得呢，中共高级官员人人都富可敌国呀，所以从他们手里边抢的话，其实是抢来的钱是最多的。当年这个汉桓帝灭掉了外戚梁冀大家知道这是在这个东汉末年的事情了，光抄没的家产就是30余万万，相当于当时东汉政府1年财政收入的一半所以就政府获得了这笔巨大收入之后得以在当年减收天下租税之半那梁冀的话，他一个人的钱就相当于政府半年的财政收入，这还不算多的。我们知道最多的是清代的贪官和珅嘛，他倒台的时候从他们家抄得白银8亿两乾隆年间，清廷每年的收入不过是7000万两，所以和珅藏匿的财产几乎相当于清政府10几年的收入。所以当时就说和珅跌倒，嘉靖吃饱嘛，是吧？嘉庆吃饱嘛。所以如果真的是要查没中共那些贪官的话，我觉得习近平也能吃饱所以中共反腐这一次我觉得很大的一个原因是没钱了要通过反腐来抢钱，这个效果肯定非常好当然这就是我们相当于是黑社会的大哥干掉了黑社会小弟了，是吧？咱们在旁边吃瓜群众看热闹就完了。所以反腐的第一个功用呢是敛财，
那第二个功用的话呢，我觉得它是给习近平失败的经济政策找替罪羊。这两天看到一个消息就是社交平台就是 Twitter 现在叫 X 了，他的博主李老师不是你老师，近期呢相继发布了多张来自于全国各地书店的图片，就是这些开书店的人，他们在习近平著作的周围比如说习近平治国理政旁边呢就摆放了诸如换届这是个小说习近平的旁边那就摆个书叫做换届诚心恶心你。还有一本书的名字叫小熊维尼也是像嘲讽习近平一样。还有大国的崩溃审判希特勒，这个什么什么千古一帝秦始皇等等，就是借这个书名好像在影射和抗议习近平终身连任这个他这样的独裁统治。所以这个呢反映出民间对习近平的不满。而习近平呢，我想他看到经济不好的时候呢，他也可能想利用反腐来转移矛盾让百姓的愤怒呢转移到贪官的身上表示说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三中全会呢，这个马上就要召开了下个月就要召开了。这个按照惯例呢，三中全会都是决定未来5年经济发展的这个趋势或者是方向的全会制定大的这种经济政策。但是呢，习近平在会前频频的释放反腐的信号那么这个呢，也就是释放了以政治压倒经济的信号。事实上，三中全会是有无法回避的政治色彩大家可能都明白是啥意思就是已经拖了快1年的秦刚和李尚福案总得有个交代，是吧？那这就本身就是一个政治事件嘛。但是呢，这个三中全会不会回到改开就是回到改革开放路线这也是肯定的。如果一个这个就是国家元首我们都说习近平嘛这个独裁者整天释放都是反腐这个强调忠诚度的问题他其实是不愿意放权当他提到反腐的时候是不愿意放权，而我们知道就是说经济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放权，要让每一个人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然后呢让市场这个就是来主导这种资源配置来这个起到这样的作用。所以就是说，如果你要让市场起到主导作用的话，你就得放权嘛，对吧？如果你要是让每个人都能够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创造性的话，你就得放权。而习近平现在频频强调的是集权，频频强调的是忠诚度的问题频频这个通过惩罚这个贪官来制造党内的肃杀气氛，来树立个人权威，这都是政治压倒经济的信号所以三中全会不会放权，只会集权。既然只会集权的话，当然也就不会回到改开。所以大家对于这个三中全会的出台什么好的经济政策，不要抱有任何的幻想几乎 guaranteed 就几乎保证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换句话说其实就算习近平自己想改开的话，那你改开你对谁开放呢，是吧？过去改开的话是我们自己拉开门栓打开国门，是吧？那现在的话，这个大门已经从外面就锁死了，是吧？你想改开的话，外边的锁已经锁死了，你打不开了，已经人家已经不理你了嘛。这个德国的副总理兼经济部长哈贝克在北京就讲说，这个中共支持俄罗斯，这个呢是欧洲在2战之后最大的地缘政治危机，而中共支持的就是对欧洲最大的安全威胁俄罗斯。那这种情况下，德国肯定跟你的关系是好不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德国副总理兼这个经济部长这还是挺坦率的。这个坦率我觉得对于习近平来说的话，可能听着非常的逆耳这属于这样的话听着非常不顺耳。但是呢，其实恰恰是人家对你好，人家才跟你说这样的真心话嘛。意思就告诉你，你赶快改你改的话，我们还可以对你好一点。如果你不改的话，我们也没辙。除了德国在这个现在包括欧盟在调查中共的这个电动车倾销的问题，美国的财政部在星期5月21号呢也发布了一项的拟议规则制定通知，将限制和监督对中国人工智能、计算机芯片和量子计算领域的美国投资。这项拟议的规则源自Joe Biden 2023年8月份发布的一个行政令那个行政令就旨在限制关注国家，就指的是中国伊朗、叙利亚之类的那些都是小不拉兹了就像中共这样的这个强权获取用于先进技术的美国资金，等于是过去很多中国自己的这个公司的发展科研等等，是靠美国提供资金的。咱们知道那个武汉病毒所也是这个美国这边就是这个就是美国的这个相当于卫健委嘛提供的资金嘛。所以呢，就是说这个美国现在也是要限制中共高科技领域获得资金的能力。同时呢，这个不光是限制中国大陆获得这样的能力，
对香港和澳门同样也限制啊，也被列为关注国家。香港现在其实已经变成了这个跟中国大陆差不多对待了啊，包括这个香港人现在去欧盟的话，过去是不用签证的啊，那现在的话也需要签证了，电子签啊，虽然是电子签。所以呢，就是说这个习近平不管他如何想甩锅啊，就是这个想通过反腐把经济恶化的这个锅呢甩给各级官员啊，但是呢，就是大家第一不会上当啊，第二你甩给他并不能解决你目前的问题。其实呢，俄罗斯到现在还是在不断的给中共捣乱哈，就俄罗斯它活动的越积极啊，包括这个俄罗斯去北韩啊，包括这个去越南，看起来好像是把中共冷落了啊，但是呢。其实，在西方国家看来，你们都是一回事儿啊，就是反而认为说这个中共啊、这个北韩呐、伊朗啊、什么黎巴嫩真主党啊、包括俄罗斯啊什么之类的，是在抱团取暖嘛。所以，其实普京折腾的越厉害啊，对这个中国的经济发展就会越不利。这个呢，就是今天想跟大家聊的这个新闻哈，因为想借着这个习近平反腐这个事儿来说一下啊，这次反腐跟之前到底有什么不同啊？我们也预测一下三中全会可能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最后呢，我想感谢一下台湾的汤先生跟大陆的秦先生给我的非盈利机构天亮联盟的捐款。那么剩下来的时间的话呢，就是想今天特别有意多留一些时间哈，跟大家聊一聊。大家有什么问题呢？可以在旁边打字啊，我看到了之后呢，我就回答啊，就是这个看到就回答。这个 OK， 咱们先说第一个问题啊，天老师好，我有些退伍的中高级军官朋友到大陆参加黄埔100周年纪念及旅游活动，回来后与我分享些见闻的，这应该是台湾的朋友留的言哈。他说中共尊重历史，在军校会场挂上中华民国的国旗和中国国民党的党旗，会场官员对他们相当礼遇，不像台湾绿营政客那样不尊重军人。他也曾经去新疆观光，说到维族人也在当地受到中共政府很多的照顾，根本没有发现新疆集中营酷刑反人权等等啊，说这个各省旅游繁荣进步啊，等等等等，这大家可能看到了哈。其实呢，这个大家知道，你到中国大陆去参观的时候，你能看到什么东西，那都是中共严格限制的。中共或许可能会在你在场的时候挂上这个国民党的党旗啊，甚至挂出中山先生的画像啊，这个甚至即使是把这个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的像挂出来，其实我也不会奇怪啊，因为只是给你一个人看的，或者给你们这一群人看的，他们绝对不会在这个大街上啊，这个挂出这个黄埔军校的军旗啊，或者是这个讲黄埔军校当年的历史啊，包括抗战的历史，所以这些东西啊，统战呢，我觉得这就是中共最善于做的一件事情。你到任何一个地方参观，你真正看到的都是中共想让你看到的东西。你只要是按照中共这个沿路去，这个按照他的这个规划的路线去走的话，那你肯定只能看到一些对中共有利的东西。这个我记得当时在2002年的时候，因为中共迫害法轮功很严厉嘛，所以当时一些记者他们就想到拘留所、劳教所看一看法轮功学员到底是怎么样的。结果呢，当时这个中共就紧急的粉刷了这些劳教所啊，然后呢让这个外国的记者去参观。外国记者他们也不傻，他们去了之后说这个他们这个粉刷那个墙上的那油漆味的话都是新鲜的啊。然后呢我忘记了，就是其实当时斯大林让别人参观古拉格的时候，我记得是让高尔基还是谁去参观古拉格的时候的话，也是事先做了很多这样的表面的工作。然后当时呢，这个有一个政治犯嘛，他就有意的把报纸倒过来拿啊，表示说你看到的一切都是反的啊，我们现在根本就你现在看到的都是一场作秀而已。所以我觉得哈，就是说你真正的是这个想发现，这个集中营啊，或者是这种反人类的罪行啊，你自己跟着中共是绝对看不到的啊。我跟你说哈，你如果真的想知道说中共是不是真的迫害人权，咱们就说一个最基本的啊，比如说这个人权中包括信仰自由，对吧？如果你认为中共没有人权迫害的话，你试着到天安门广场上打出"法轮大法好"的横幅，你能够坚持半分钟，我算你牛啊！或者说你不打"法轮大法好"的横幅，你就说我作为一个国民党，我在天安门我打出这个孙中山先生的画像啊，我打出这个黄埔军校的校长蒋介石的画像，你看一看在天安门，你要能坚持30秒，我就算你牛。好吧，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到底是不是这样的话呢？我觉得你不能听中共的一面之词啊。如果你不相信我们讲的话，你可以去试试看啊，你看看你能不能真正的表达你的思想啊。OK， 好，下面一位朋友，
张老师好，我的双亲还留在国内，尽管他俩每天翻墙看您的节目，可我很早就劝他们人民币要大贬值，趁现在去买些货品存起来，比如烟酒易储备，黑市会有需求，以备未来的大崩溃。但是横竖都劝不动，请教有啥办法能把这个理给他们讲通呢？劳驾您能在节目中说几句吗？其实我在节目中一直在讲这个中国的经济不行了哈，我相信您这个不光是看我的，也看其他别的频道啊，能够得出您现在的这个结论。我觉得这些东西啊，就是说它都不是说一句话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很多时候都是得人自己真正亲身受到这个铁拳暴击的时候的话，他们才会真正的清醒过来。其实我知道国内有一个人啊，他当时要买房子，其实也这2年的事儿，我老跟他说，我说不行啊，我说你不能买这房子，我告诉你啊，这房子你不买的话，你再过3年你再买的话，恨不得价格得便宜一半，便宜30%到便宜到1半啊，这个50%。他开始也不听啊，但是呢，因为他动作慢嘛，就是到现在他也没买成，没买成的话呢，反而可能是他觉得哦，果然是啊，这个房价眼看着往下跌，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啊，这个经济情况不好啊，这个靠我们说不见得能说得清楚。他其实如果真的想像您说的哈，就买点烟酒啊，就是这个将来可以拿它来换食物啊什么之类的哈，就是他如果能比别人早清醒一点啊，我觉得可能他的情况都会好很多。这就是为什么这就是我觉得这个信息的它的力量啊，真相的力量。我觉得就是说这个让他们多看看我们的节目吧。这个其实我们不断的在节目中讲啊，这也不是几句话就能把人说清楚的。OK，下面一位朋友问说，张老师你好，今天有新闻说欧盟爆料习近平说美国在引诱中共打台湾，对这个新闻你认为是真是假？这个事儿咱们前2天专门做节目说过了啊，这个习近平在做白日梦啊，这个美国怎么可能引诱中共打台湾呢？美国不可能，这个冒着全球产业链中断，然后美国的经济倒退多少年，这个 GDP 减少30%-40%，然后呢还会让美国很多的这个公民大兵们在前线出生入死，美国是不会这样干的啊，美国是绝对不会引诱中共打台湾的。所以这个新闻肯定是假，这个新闻本身不是假新闻，习近平可能确实说过这样的话，但是他这个话的内容本身的话一定是假的哈。OK， 下面一位朋友说，天亮要说不知道中国频频拜访与施压东协各国会不会成为美国第一岛链的突破口？这个肯定不会哈，我觉得这个东协这种事情还是拎得清的哈，他们还是知道在美国和中国大陆那边站谁那一边，因为东协这些国家，中共在这个南中国海，霸凌其他别的国家，特别是跟菲律宾现在搞得非常的难看，是吧？我觉得其他别的国家也都看在眼里啊，所以，东盟这些国家，他们肯定是这个会在关键的问题上啊，我觉得肯定是会跟美国站在一块儿的。这个下面一位朋友问我最近总和左派辩论，最后都是同一个结果。当他们无法自圆其说时，就把我拉黑屏蔽，我都习惯了。我感觉今年大选，人们不是根据候选人的具体政策，而是根据他代表的价值观来投票。你是要保持民主共和，还是要拥抱集权？你怎么看？从我和他们论战的经历来看，我感觉美国的分化撕裂还在扩大。你以为呢？其实我觉得最近4年，美国的保守主义在迅速的抬头。有一个很典型的现象哈，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啊，就特别是最近半年以来，很多美国人意识到了美国现在的高教出问题了。这个我们在2020年的时候，我记得就是我曾经做过一个节目嘛，就是我当时那个题目叫做如果我们失去这一领域，我们将永远失去美国。当时我谈到的就是美国的教育问题。而美国的教育问题呢，就是很多这个是受到常春藤学校的引导的，而常春藤学校一直来说都是非常左的，尤其是像哥大这样的地方，哥大其实是很多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大本营啊，像当时的这个败坏美国教育的系统败坏美国教育的有一个人就是叫杜威嘛，这个张都威，他呢就主张这个叫做就是没有统一的对错啊，就是这属于叫道德什么中立还是叫什么？反正总而言之的话，就是没有一个不变的道德啊，对与错的话你自己说了算啊，这就是张都尉的他的主张。然后呢，这个张都尉他本身是一个就是文化马克思主义者，他好像是叫 Labor and 什么什么 Confederation， 就那么一个那个组织，那个组织的话其实是
相当于英国的废边社啊，他是在跟美国，他不叫那个名字，他另外一个名字，所以这个人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文化马克思主义者。然后他当时呢在哥大建了一个教育学院啊，这个教育学院全美40%的学校，就中小学的那些校长都是杜威的学生，所以他等于把这个文化马克思主义的那套教育理念灌输到全美国，再通过那些校长等于是这个普及到全美国的教育。然后呢，后来像这个马尔库塞啊，就这个人也是特别有名的一个文化马克思主义者，是属于导师级的人物。他和像什么萨特这之类的都是属于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导师级的人物。然后呢，这个马尔库塞跟毛泽东和马克思叫做3M 嘛，就是这很重要的一个人，他也是哥大的教授，多了啊，这种人多了，所以呢，这个藤校在政治上是非常非常左倾的。那最近呢，就是大家知道出现的这个事儿，就是这个哈以冲突发生之后，很多藤校他们都站出来就支持这个什么巴勒斯坦啊、反对犹太人啊等等，所以这个现在很多的这个藤校的那些大金主啊，就是给他们捐款的人，他们现在都不给藤校捐款，他们是很有话语权的啊，因为他们说，如果你这个人还做校长的话，我就不给你捐款了。像哈佛校长盖伊，他后来就辞职了嘛。所以呢，就是说现在我觉得很多美国人呢，在这一次这个哈以冲突中，很多犹太人他们是反过来了。犹太人过去他们都是支持这个左派的，那现在这个犹太人的话，他们开始就是慢慢清醒，看清楚保守主义者这个他们的价值的这种价值观的这种正当性吧。同时的话，他们也知道这个美国左派对美国社会的威胁。所以现在很多犹太人他们开始支持这个保守主义者，支持共和党，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因为犹太人在美国的话，在教育领域啊，在这个医生、律师，在这个华尔街，这个在媒体领域，他们都是非常有话语权的啊，非常有实力的。所以他们如果能够支持这个共和党的话，共和党这个他这边的这个筹款都会明显的看到，川普现在筹款已经超过拜登，连续2个月川普筹款的金额超过拜登，而不是一点半点儿。超过好多，我记得最新的数据，我可能记得也不准确哈，好像是拜登是8000万还是9000万，川普的话是1.3亿还是1.4亿，我忘了，就远远的超过拜登。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捐款？就是有很多大佬啊，这种金融特别有钱的人，这个搞金融的，他们过去都是支持左派的，现在他们在往右派这边转。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说美国现在总体的趋势哈，这个有一个保守主义抬头的趋势。大家知道美国哈，它有这样的一种钟摆效应，就是说，当某一个意识形态走到头的时候的话，它会摆回来。这个文化马克思主义最兴盛的时候，在这个就是川普以前哈，我就说这个在奥巴马之前，文化马克思主义最兴盛的时候，其实是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就是越战爆发之后，那时候呢街头运动那比现在厉害多了啊，那都是暴力啊，那个比那个黑名贵打的厉害多了。甚至在美国搞爆炸，什么炸这个纽约警察局啊，什么炸这个国会山呢，这个他们都很嚣张的。但是呢，就是那一次街头运动这个平复以后，很多当年在街头的左派，后来反思他们自己的行为，就变成了这个坚定的保守主义者啊，就是他们叫新保守主义嘛，就是很多新保守主义之前都是左派啊，所以大家对这个美国的这个未来的前景也不用特别的悲观哈。我觉得这个秉持保守主义理念的人，他们现在开始反击了，他们现在还是醒过来了。所以这一次我觉得大家关注一下，再过4天吧，6月27号的时候，川普和拜登会有第一场辩论，在 CNN 会有第一场辩论。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哈，我觉得，再看一看这个辩论之后的民调，我觉得很大程度上，这个民主党这一次是比较危险啊。当然，也可能说我比较乐观哈，但我觉得民主党确实比较危险。下面一位朋友说：“张教授好，为什么2战之前南海和台海没有那么多的冲突和事端？那时候没有国家反对中华民国9段线的主权。在冷战期间，南海没有那么多的事情，2战前也没有第一岛链这个说法。其实第一岛链的说法是冷战的结果。2战之前，南海跟台海没有那么多冲突和事端的话，是因为当时中华民国也没有那个实力在那边，他也没有那样的意愿啊，在那边去欺负其他别的国家。2战之前，其实中华民国和这些国家，他们基本上来说的话，是属于类似于盟国的，不能说盟国吧，就是至少我觉得在2战之前，他们的关系是相当的好。
那个时候这些地方像菲律宾呐，像这个马来西亚很多地方，大家知道现在都是英语国家嘛，之前都是英国的殖民地。然后呢，这个包括像缅甸啊，这个他们都是英国的殖民地。那中国当时呢，这个是二战之前是这个日本，占领中国嘛。当时日本要搞大东亚共荣，所以是当时日本也是去侵略那些东南亚的国家，所以东南亚国家当时跟中国有一种同仇敌忾的感觉啊。所以我觉得，当然那时候大家的海军也都不发达，也就没有那么多的冲突啊。这是我觉得是当时历史条件、历史背景决定的。二战之前确实没有第一岛链的说法，因为中华民国当时蒋介石他是这个一个威权政治嘛，他不是中共这个集权政治，这是还是很不一样的。所以这个美国也没有必要围堵蒋介石，而且当时美国是支持蒋介石的。现在第一岛链呢是二战之后，就是说要围堵中共才出现了这么一个第一岛链的说法哈。所以这个说来说去的话都是中共的问题了。下面一位朋友问，在历经数十年文化马克思主义冲击后，有社会研究表明，在如今的西方社会，男性反而更难以获得平等的机会，而大量如生产或体力劳动等社会基层工作却单单依靠男性支撑。请问张教授，面对现在日益泛滥、扭曲人性的女权主义洗脑宣传保守派，是否应推行父权主义运动？其实我觉得这个我也不用矫枉过正哈，就是我觉得这个男女平等啊，我觉得首先这种男女平等，我觉得不是体力上的平等啊，也不是工作机会上的平等，是人格的平等。大家知道这个，其实政教啊，在过去的这个政教啊，都曾经在这个政教出现之前啊，都有一段时间曾经是对女性比较歧视的啊。比如说当时在印度也是一样，这个就是这个女性的地位是比较低的啊，包括在这个西方国家也是一样啊，包括在中国也是一样，女性地位是比较低的。你可以说那个时候是一个父权社会啊，但是呢，从另外一方面来讲，那个时候人的生产力啊比较低下，所以呢，这个很多这个谋生的方式都是靠体力，而女生是没有这种体力的。你让女生去打猎，这不合道理，对吧？让女生去种地啊，她怎么能像男人一样种地的？不合道理。所以你不管是渔猎经济，还是这个像这种农业经济，包括哪怕你做生意的话，你让一个女人这个背着挑着担就出去卖货，走街串巷，这个也不合适，对吧？所以那时候呢，就是说在外面谋生的是男人，等于是男人通过他们的努力能够把食物背回家，然后能够养家糊口。那么女人在家的话，只能做一些辅助工作。当然，这个女人她就会比较尊重男人。所以呢，就是说这种男女关系的不平等，大家看到这种不平等的话，并不是男人欺压女人，而是女人对男人的尊重和男人对女人的爱护，它是这样的一种关系。那后来呢，这个到现代社会的话，因为不需要体力劳动，他也能够谋生，比如坐办公室打字员啊、书记员啊、做会计啊、做一些什么其他别的这个编程序等等，这个女人也能胜任，是吧？所以他们在经济上的话，慢慢的和男人可以做同样的工作了啊，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自然的，就是女人开始就业增加的这么一个过程。那这个我觉得就是刚才咱们说到这个女人，她原来的地位比较低哈，但是呢，女人和男人在我看来啊，我认为哈，在人格上应该是平等的。所以你会看到，就是说传统的这个，就是以前的那些宗教哈，他们在这个传教的时候都是有一定的分别心的，甚至可能对女人有一些，就是这个对他们就是不能说完全不理他们哈，但是就是说对他们来说呢，相对来讲一直在讲说你们要尊重男人啊，什么一直在讲这个东西。到了这个释迦牟尼佛的时候，他传法的时候，一开始女人出家，释迦牟尼佛还是有一点点顾虑的啊，就是怕败坏这个僧团嘛，就是如果男女混在一块儿的话，释迦牟尼也担心会出事儿。那后来因为释迦牟尼毕竟是普度众生是吧，女人也要度，所以后来的话就是又给这个女的弟子又规定了一些戒律啊。然后呢，这个所以他在他的僧团中的话，男女就都可以就是修炼成佛嘛，或者是说修炼，达到这个高深的境界，包括在这个基督教那边也是哈，就是真正的这个正教到后期的时候的话，都是比较强调这种平等，但这种平等的话是人格的平等啊，是他们机会的平等，就是但是呢，同时在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话，客观上决定了男人他们是能够让一家子获取资源、获取食物的主要来源啊，所以呢，他们要照顾女人啊，女人的话呢，也要在家去照顾自己的男人啊，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们现在在讲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
不歧视女人哈，就是我觉得不是推行父权主义运动，而是要讲人与人之间互相的尊重啊。而且呢，就是大家知道前一段时间不是有人讲这个叫 DEI 嘛，就是这个左文化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一直在推这个 DEI 嘛，就 diversity equality 和 inclusiveness 叫 DEI 是吧？就是总而言之就是他们那一套吧。实际上的话呢，就是说这个我看方伟在他的推特上就是转了一个人的这个他的提议，说我们应该推行的是 MEI 啊，而不是 DEI。但是这个 MEI 这个 M 呢指的是 merit 啊，就是说是我们要看重你的才能。这个 E 呢不是 equality 啊，不是这个结果的平等，而是 excellency 啊，就是这个我们要追求卓越啊。我们要注重人的才能，我们要追求卓越啊。然后呢，第三个，他那个 I 的话指的是 intelligent 啊，我们要这个让人变得聪明起来啊，变得明智起来啊。我觉得真的很有道理。其实我对黑人是没有任何偏见的，我不把他看作黑人，我把他看成是一个一个的个体啊。你这个个体，如果你真的有能力的话，我不看你的肤色。如果你是黑人的话，你真的是比别人优秀的话，那你就可以获得这个职位。那如果是白人，你比黑人优秀的话，那这个职位就是给你的，这就是叫 merit based 的啊，就是根据你的这个能力来决定你做什么。现在呢，我觉得很多地方就已经走到极端了哈，他看的不是你的能力，他看的是你的肤色啊。你只要是黑人啊，只要是同性恋啊，或者只要是这个什么变性人之类的，他就把职位给你啊，表达他的心中的大爱啊。我觉得这个是对于那种真正有能力的人是一种逆向的歧视了。下面一位朋友问田老师如何看待中共灌输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个大家都很清楚了，这个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话是非常反人类的啊，这个主张在人中也要弱肉强食，没有任何一个社会的发展能够靠人的弱肉强食来达到这个社会的这种强盛的，这绝对不可能的。有的时候啊，你会看到就是说有一些这个比如说这个中国古代哈，比如说元朝的时候，这个像这个成吉思汗啊，或者是比如说这个在窝阔台时代啊，不是有蒙古西征嘛？后来蒙哥时代也有这个蒙古西征，一共3次西征。当时他们这个真的是蒙古人抢了很多钱呀。这个你想那个中亚地区、西亚地区那都是出黄金的地方是吧？那都是咱们都知道那个中东地区人使用金币使用很多嘛，都出黄金的地方，他们能够抢到很多的钱。但是呢，抢劫经济是不能持久的啊！你一时抢来之后，你可能会富裕一下，但是呢，接下来的财富由谁来创造呢？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说，你绝对不可能靠着杀戮和抢劫来获得这种社会的繁荣。人类的繁荣靠的是分工和协作呀。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全球化，它就是这个人类分工跟协作的结果。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中共灌输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无疑是错的哈。这个如果说落后就会挨打的话，那我觉得，这个欧洲那些国家，像瑞士那么小的国家是吧？像比利时、像卢森堡那么小的国家，像这个欧洲有很多很小的国家，什么列支敦士登啊什么之类的，那国小就挨打的话，那不早就挨打，早就被吞并了是吧？其实就是人类社会的分工合作啊，才推动了人类社会的繁荣嘛。所以社会达尔文主义肯定是错的啊，肯定是错的。这个从人的逻辑上也能讲得清楚，从神的角度上，从宗教的角度上来说的话，那就更是不是这么回事了，对吧？因为这个人都是神造的，对吧？那都是神的子民，那互相之间的话是兄弟姐妹的关系啊，对吧？那是应该互相关爱的，怎么可能是弱肉强食的关系呢？这个今天大家问了很多的关于这个就是这方面，就是这个地缘政治方面的事情哈。我看看有没有这个大家问其他方面的问题哈。就如果有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在这个地方提出来哈，到时候我再给大家来解答哈。那么下面一个问题哈，大家不用怕哈，就是你哪怕是不是问题，就是您如果有什么自己的观点想发表的话，你也可以发表。我觉得有价值的观点的话，我们也可以念一念哈，就咱们大家可以一起交流思想嘛，这也不是我的一言堂。OK， 下面一位朋友问说，关于日本侵华战争的原因，下面这种说法属实吗？网上有种说法是，当时的日本帮助清政府在东北抗战沙俄，日军伤亡几十万，清政府灭亡后的政府不承认清政府承诺给日本的条件，后日本对华侵略。这个我觉得都是就是现代历史研究的人员挖掘出的一些很边缘化的，我觉得并不是主流的原因。日本其实他当时这个大家都知道那个近卫文末嘛，就讲过，如果想征服世界，就要先征服中国；如果想征服中国的话，就要先征服满蒙嘛。
所以我觉得这些事儿，他们有他们的那个想法。大家知道这个日本啊，在这个二战之前啊，大家知道都知道有明治维新是吧？当时日本明治维新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做的工作是废藩置县啊，大政奉还。所以当时的这些诸侯呢，把他们的权力全都交给天皇去这个管理。然后呢，日本天皇就成为了这个一人，就是属于上天之下，就是像神一样的人物了。那他就形成了一种君主独裁的政体。这个过程哈，其实特别像中国当时在战国时期的那种，就是这个废分封制郡县。于是呢，就是大家知道战国时期为什么废分封制郡县呢？那就是在战国时期，如果我们要想能够让这个国家强盛，能够富国强兵啊，能够在这个诸侯争霸的过程中，保存自己甚至吞并对方，那我就只能去集中国家的资源。所以当时几乎各个国家都在搞这种废分封制郡县的改革，包括在魏国，这个有这个李悝的变法，然后呢，在这个楚国有吴起的变法，然后在这个秦国有这个商鞅变法等等，都是这种就是废分封制郡县，把整个这个国家的资源集中起来。当然，搞得最彻底的就是商鞅变法。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其实它就是集中了这个全国很多很多的资源啊，然后呢，就是它才能够对外扩张。而当时日本这个明治维新之后，这种大政奉还哈，就是这个废藩置县，很大程度上的话就是迈向军国主义啊，就跟当时这战国时期的每一个国家都在搞这种军国主义是一样的啊，就是以军队为主导。这种军国主义它天然的带有一种扩张的冲动。所以大家也不用美化，就当时这个日本，它就像中国战国时期，就像当时这个商鞅刚刚变法完了之后实现富国强兵一样，然后就是对外用兵。商鞅变法之后的话，他当时是打那个秦国嘛，夺取，打那个旁边的魏国嘛，夺取黄河以西的8个城嘛，所以它天然就具有这样的一种扩张。那当时日本的话呢，也是这个先取得满洲啊这块地方，然后再以满洲为基地，再继续向外扩张。这就是当时的一种社会形势，我觉得我们也没有必要回避哈，我们也没有必要说把这个责任放在清政府那儿。这就是叫什么？就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嘛。你确实是没有问题，但是你那么有钱，在我看来你就有问题，是吧？我不打你的话，我怎么抢你的钱呢？这位朋友还有问题哈。第二个问题是，您是怎么处理和应对职场的政治危机？想听听您的心得。职场有政治危机，我在职场没有什么政治危机。我在那个飞天大学，大家知道我是当教授嘛，然后呢，我还有在自己做的这个自媒体，然后呢，还有就是我做那个天亮联盟，就是这个非盈利机构，我做这个执行董事。天亮联盟是基本上来说是我一个人在操作啊，就是因为确实也没有钱雇别人啊，除了会计之外。我对这个财务啊，对法律我还是非常非常在意的哈。就是财务问题、法律问题的话，我会不断的咨询会计、咨询律师，这个事儿能不能做，那个事儿能不能做啊？他们说可以，我才往下做。所以呢，就是说在会计跟法律方面的费用的话，我可能会花的比较多一些。特别是今年，我天亮联盟成立3年了吧，我今年的话可能会这个花一大笔钱去给我整个过去3年这个就是税务情况做一个。就是外面找一个公司啊，就做第三方独立的做那个 auditing 啊，做一下审计啊，就把整个这3年的财务情况的话，做一个非常严格的审计啊。因为我觉得在美国呀，就是说你在做生意的时候，2个东西是必须要特别关注的。一个东西呢，就是你是不是这个满足美国所有的法律的要求啊，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再一个的话，就是你的这个现金流会不会有问题？只要你的这个公司办的符合法律，现金流没有问题的话，这公司才能够长久的运作下去。前段时间大家知道这个飞天大学哈，大家知道这个最近跟飞天大学，咱们聊聊天吧哈。这飞天大学其实这个最近有人呢，就是站出来攻击我们，当然都是不实之词了。我在我的推特账号上对这些攻击也是做了一些回应。其实呢，我们是非常在意学生未来的职业发展的。在我看来的话，我是非常在意这些学生未来发展的。这些学生其实在我看来哈，就是我的师傅把他们是当自己的孩子养，我呢是把他们当做我师傅的孩子去养，所以我对他们我对他们是非常关心的。包括他们在毕业之后，比如说真的能不能够
在这个社会中立足，在上课的时候，当然传给他们足够的知识哈，传授给他们足够的知识，这个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的话，因为他们毕竟是舞蹈的学生嘛，他们是搞这样的一个舞蹈的专业的嘛。那如果比如说他在将来他有一些其他别的想法，比如说他的舞蹈本来也不是这个最突出的啊，然后呢他这个年龄又大了啊，这个或者是说比如说他身体有这个伤病啊什么之类的，这个在这个运动，比如说你是搞花样滑冰啊，你是搞这个体操啊，或者是搞一些什么运动竞技啊，包括这个舞蹈啊等等啊，这种靠身体这个运动来吃饭的这种职业的话，就是人有这个身体的损耗啊，这种伤病啊什么之类的，这个是很常见的事情啊，这非常非常常见的事情。那就是说，如果假如说有人他不想再从事这个职业，想换点别的职业怎么办？大家知道我在这个天亮联盟啊，就我自己的这个非盈利机构，有一个项目就是筹这个奖学金嘛，就是筹集这个奖学金嘛。就这些学生，如果他们将来真的是想去找别的专业的话，如果我真的还有这个实力的话，我就是愿意去，就是我就 sponsor 他们嘛，就是帮助他们出一部分学费，让他们能够在这个外边的学校，比如说换一个专业，学 accounting 啊，或者比如说你是想去学这个data science 啊，或者 computer whatever，就是你觉得在这个社会上能够为这个社会做贡献，走入这个社会，做一个这个就是纳税人，为这个社会尽一个公民义务的话，这样的这个职业啊，如果你选择这样的职业的话，如果我有能力的话，我是会愿意 sponsor 他们的。现在这个我的天亮联盟，大概一年要拿出将近10万块钱吧，就是这个奖学金，那就是我在这个上面筹款，在天亮联盟上筹款，筹到这些钱的话，那就他们拿去做奖学金；筹不到的话，我就往里边贴。反正总而言之的话，我是希望就是说能够把这个事情能够持续的进行下去，让他们在即使离开了这个，假如说有一天真的从神韵退役了啊，就是也仍然能够在社会中找到他们的位置啊，这就是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嘛。所以我做这个事儿哈，比如说在天亮联盟做这些事情，那就是我自己一个人说了算。我是一定要让他在现金流上比较健康，然后呢，在这个就是法律上的话，一定要我们叫 solid 啊 ，legally solid and financially sound 啊，就是一定要这个非常非常的严谨啊，把这个公司能够 run 下去。所以我在天亮联盟的话，我不会跟别人有什么职场冲突，因为是只有我一个人哈，就是其他别人都是我雇你给我来做审计啊，我雇你来帮我做这个 booking 啊，就是我的这个 bookkeeping 啊，就是这个记账啊什么之类的。所以这个呢，就是不会有什么职场压力。在大学里边的话，我们在飞天大学的话更没有，至少我自己不觉得有什么职场压力。反正我讲我的课，除了讲课之外的话，还有学校一些行政工作，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学校，比如说对外的，人家来检查的时候的话，需要做很多的工作。这个时候的话，你还有时间，哪还有时间去搞矛盾是吧？你的全副的身心都用来干活，就是那都是很紧张的。所以那个时候的话，那大家真的是心往一处使劲儿，然后要把这些事情做成。反正在我看来，就是每个人都是好人吧，在我周围这些我的同事们，大家都在一块努力做这个事情，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真的是就是这个众人一心，其利断金呢。就我们做了很多事情，在外界看来都是奇迹，都是奇迹，他们根本就想不到我们能够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把什么样的东西这个做成。然后还有就是我做自媒体，的话，那我一个人在这儿讲，更没有什么职场压力了，是吧？之前呢，在这个社会工作的时候，我觉得我的运气还是挺好的。我20岁的时候踏入职场，20岁的时候大学毕业嘛，一开始就做那个培训啊，后来呢去做这个销售啊，后来又做部门经理，然后到美国来留学。我几乎每走到一个地方，我所遇到的人都对我特别好，就我的经理就没有对我差的。可能我觉得是2个原因，一个原因是我本来就比较听话，就是你让我干活，我是认认真真的、负责任的给你把活干好。其实大家知道，你在职场上哈，很多时候并不需要你一定是那个最聪明、最有能力的人，但是呢，你只要负责任，然后呢，肯花心思、认认真真的把工作做好，这个本身就已经可能会让你超过70%、80%以上的人了。认认真真的学知识，更新自己的知识，然后认认真真的把事情做好，负责任的做好，大家觉得你是可以信赖的啊 ，trustworthy， 然后他就会把更重要的任务交给你，你自然职务就在往上升嘛，对吧？所以我觉得能够配合别人，然后能够认真负责任，
当然你要胜任你的工作，有这样的能力，我觉得这就很好。而且在职场中呢，慢慢你再往上升的时候，你会发现更重要的，比这些能力更重要的话是人与人的沟通。也就是说，你能够，如果你是作为一个经理的，你能够体会到你的下属他们的这个压力，然后呢，你能够帮助他们在这个职业上成长。其实我做这个经理的时候啊，原来在国内做经理的时候，我就比较注重就是我的底下的职员他们的成长，就比如说，让你去接受一些培训呢，就让你能够多学一些，掌握一些技能，对吧？然后呢，给你一些任务，让你能够去锻炼啊，然后呢，再考虑，比如说你能不能够这个将来，就是说在职场上升职什么之类的，就这些东西的话，你真的一个好的公司啊，任何一个好的公司，它都会为它的职员的未来考虑啊，这个各种培训的机会，然后这个给他们这个能力的培养。这个都是很关键的啊，所以我觉得，你抱着这样的一种心态，与人为善的心态去处事的话，我觉得可能就挺好的。因为我那时候在国内工作是一个外资公司嘛，那基本来说你能干你就往上升职，所以也没有国企的那种靠关系勾心斗角，那是基本来说是靠能力往上走。做决策的人的话，他们也是就是西方人嘛，包括我虽然我的顶头上司是个中国人啊，那再往上的话就是这个我们当时那个 sales division 的经理的话，他就是德国人了嘛，总经理就是德国人，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样。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中呢，这个好像就没有遇到过什么危机哈，呃，很难这个通过我自己个人的这种现身说法来给你讲一讲我是怎么处理危机的哈，真是比较少。我觉得如果真的有事儿的话，就沟通一下就好了啊，就这种 communication 哈，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种能力。我本人我觉得我的一个特点就是我其实特别不善于做那种就是拍马屁的事情啊，我这是有一说一，但是呢，我真的是遇到的也都是好人啊，他们也挺喜欢我这种很直率的性格啊，我怎么想我就怎么说。呃，so far 其实我没有因为我怎么想怎么说就怎么说遇到过什么麻烦啊，这还没有。OK，再往下，对于帮助他人，几乎所有人都是利己主义、乐享其成或忘恩负义。对着这种情况，您怎么看？从修行的角度，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这个哈，就是我回到我自己一向以来的一个观点。我觉得呢，就是我们对别人宽容一点啊，对自己呢严格一点。如果每个人的话，自己都能够要求自己不要利己啊，不要这个乐享其成，不要忘恩负义的话，这个社会就都好了。很多人你是改变不了啊，他人品就是那样子啊，他本来就是忘恩负义的人，他也不是说你一句话两句话就能够把他改好的。特别是当你走入职场之后，大家都已经是成年人，他的性格已经定型了啊，他是这样的人的话，你就离他远点就可以了。而且呢，其实大家知道，因为我是一个修炼的人嘛，就是我是相信有神存在的。如果有神存在的话，这个世界应该是公平的啊。所以就是说，如果你在一个地方吃了亏呢，我觉得神一定会主持公道的。就即使是不是在马上眼下啊，不是在这一世，那么我觉得未来的话，这个你做的好事跟坏事都是有福报或者是恶报的。如果你要这样看的话，你会发现，其实那些害别人的人，他没有害到别人，他只害到了自己。因为你害了别人之后的话，你要还嘛，所以你给别人制造多大的痛苦，将来你自己就要承受多大的痛苦，甚至可能还要再加利息。所以你没有害到别人，你只害了自己。你一时的这个痛快啊，比如说啊，我投了10块钱，你不知道你将来你可能要还15块钱甚至20块钱的，所以你一时的得到10块钱的这种快乐的话，抵不上你将来要赔15块钱的那种痛苦。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真的得多行善事啊，就是积累自己的福报，将来自然就会有这个，就是才会有幸福嘛，那才有真正的幸福嘛。咱们也聊了快1个钟头了哈，咱们就聊到这儿吧。好了，那么就感谢大家的收看吧。如果您要是觉得我们内容不错啊，就是也想支持我们的话，就请您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啊。当然也欢迎大家来支持我们这个天亮联盟的这个奖学金的项目啊。这个链接的话呢，也是在视频的下方。好了，今天聊到这儿了哈，感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